性平委员会他们所提出的教材，我告诉大家是非常可怕。告诉小朋友不必一男一女才能够成立一个家，性犯罪合法化，这些也可以除罪。好的，我们要面对这个内容，就一定要提振精神。来了，好，在台湾，现在中小学里面很多的学校几乎都设置了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啊，称作性平委员会。然后他们所提出的教材，我告诉大家，就像刚才吴主席讲的，是非常可怕的。他们所提出来的教材告诉小朋友，不必一男一女才能够成立一个家庭，才能够成立一个婚姻，3男2女，或者5个男生，6个女生，随便，只要他们喜欢，他们要成立家庭就可以成立家庭，完全把无论是中方和西方的传统家庭的观念、价值观念给颠覆掉。还有好多其他。我先讲那个性平会啦，性平会的确是所有的学校都要设置，但它主要的功能其实是维护整个学校的性别平等教育的环境。其中一个蛮重要的任务就是关于事件的调查，教材主要是由教育部那边要去审核。然后不必一男一女，我刚才反省了一下，我们家确实是3男2女啊。但你们是婚姻吗？我跟我老公是婚姻啊，然后生了3个小孩。好，所以怎么了吗？3男2女、5男6女可以成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只是进入婚姻这件事情，目前民法还是规定1男1女，没有变。好，可是我们有一个专法748施行法，对，专法呢，男跟女是可以，但是基本上还是1对1。不过这个部分课本已经有教了吗？已经有讲到说男跟女可以结婚吗？我的课本里面都在讲什么？高中可能有啦。公民。对，那但是小学、国中小的。好，我们随便翻一下哈。讲到家庭，大概就是这种异性恋家庭，这里只有3年级，少部分科目，绝大部分讲到家庭或者是家庭的插图，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异性恋。他的包括这个性犯罪合法化，只要对方同意。学校我看他怎么讲，怎么讲性犯罪合法。你喂他几颗糖，谢喂他，根本不懂事啊，这些也可以除罪。好，我们家有小孩啊，我真的没办法忍受这样子的说法，真是太夸张。它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并没有除罪化，从来没有。我们课本可是非常的严肃，从小1开始就在讲自我保护。而且厂商提供教材都是教育部审过的，我们的课本里面不太可能会去教一个跟我们现行的法律不一致的概念或者是行为啦。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可以除罪，但事实上从来没有除罪过，甚至还加重对小孩的部分是更重的。其实如果性犯罪合法化，本协会一定会先去抗议一下，绝对会。对，因为我们都在教积极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国家这样修法，我们一定第一个跳出来抗议。在现在的中小学当中，如果有家长去学校抗议，他不要他的孩子接受性平教育化，性平教育委员会会告诉他，你们在剥夺你们子女接受性平教育的自由。如果你们再抗议的话，我就把你们移送法办。我自己就是性平委员会，我也是对学校的性平委员会跟台北市的性平委员会，所以有曾经因为家长去抗议就被性平委员会移送法办吗？在中华民国的法律史上面，应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人。如果我对学校的课程有疑虑，不一定要是性平课程，很多时候都有啊。哪一个字要怎么教，笔画怎么写，觉得有疑虑，不就是去找老师聊一下嘛，然后沟通嘛，沟通。性别平等教育法它是一个行政法，然后它其实也没有那个功能可以把谁移送法办。今天就算是学校里面发生严重的性别事件，对性别事件，譬如说师生案好了，性平会做完调查，如果这是家长或者是学生想要去提告的时候，他们不能透过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提告，他们自己要另外去司法机关提出告诉，因为司法跟这个行政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不一样的。学校性别平等委员会是不可能把任何人移送法办，更何况自己的小孩的那个教学内容。这件事情只要跟老师讲就够了。但是倒是因为不断有家长到学校去抗议，导致于老师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性教育很重要，可是因为我们会担心家长来抗议，这样我还要教吗？反正课本里面本来性教育的部分就很少啊，那我没有教没有事，反正那个不考试。可是万一我教了反而被家长告了的话，那我超麻烦，那我还不如不要教。即使你们都告诉我说性教育很重要，我也觉得性教育很重要，可是大家只注意分数，没有注意真正重要的人生面临的那一些考验跟阶段，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重点好像不太应该是在这个部分。有疑问还是可以去沟通的，不会被移送法办。很明显的，我刚才讲这个
LGBTQ 的他们的这个所进行的这种做法，根本违反了联合国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公约的条款。你不是说你要尊重每一个家长替子女选择教育教材的这个权利自由吗？结果 LGBT 又出来一个这个做法，在每一个中小学里面成立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剥夺了家长替子女选择他的教材的这个自由。好，金色文公约确实13条里面有提到，父母和监护人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的自由，这是金色文公约想要保障的。但是显然这个家长没有把前后，对，他误解了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要你去剥夺小孩认识这个世界更多元的可能。其实他在一般性意见里面有提到，他容许公立学校开设宗教啊或道德啊的这种课程，可是条件是你必须不带偏见、客观的进行。他享有为孩子选择非公立学校的自由，但是这些学校还是要符合国家所规定而认可的最低教育标准。民进党政府从在野一直到执政，他永远在跟很多的少数族群合作，他跟废死联盟合作，他跟这个废核零核家园这个计划的这个反核团体合作，他跟同性恋团体合作，每一个团体的议题都是少数族群，可是他把这些所有的少数族群加起来，他就变成多数了。等到他执政了以后，就反过来跟这每一个过去支持他的这些少数族群的议题合作，变成台湾终于会出现一个现象，政府一直在团结少数人，霸凌多数人。好了，我们性别平等教育。我突然忘记了性别平等教育协会，也许真的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团体其实是少数，我们好希望政府可以跟我们多团结一点。但是政府他关注少数人权益本来就是应该的，少数在这个社会当中已经很难被看到了，他们的权益不被政府所重视，那我们到底要成立一个什么国家？我们。而且去照顾少数人的权益，或者是联合他们的意见，并不表示就会损及到多数人的权益。大家真的好像很怕别人有权益，我就会吃亏这样。对，这是怎样？不能大家一起好好的共同生活吗？没错啊，就是你好我也好。可以结婚，你就怎么了吗？你不是可以结婚？必须要提醒台湾整个社会要警觉这件事情，就像当年的教改一样，他们默默的在底下搞教育课纲的改革。改到最后，把一代的学生都教育成台独青年，等到家长们开始警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不在这里对全国的这个同胞，这没有什么好讲，就尊重你的判断跟意见。为什么很多的家长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独立起来？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但我觉得教改的确是有点失败，但不是台不台独问题，是因为现场有很多家长还是一直觉得考试跟分数最重要，然后还是把小孩送去补习。以这种观点来说话，我觉得教改的确是蛮失败的。真的，这个真的可以当笑话。